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别担心。你眼睛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知道。是想喝水？想出去走走。那我陪你一起。好。来。小心啊。愿我于人间辗转过云川，在烈日升苍。怎么了？前面有一棵树，是一棵大梨树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是镜中花水状元，孤看难眠，宿命难解。这里好美啊，难怪卷卷会喜欢。你也喜欢吗？喜欢啊。那我们也住在这里，好不好？那卷卷她可就要气坏了。那我们就去找一个更美的地方，也盖一座房子，种一棵树，挖一个池塘，再养几条鱼。我跟阿雪学会了烧菜煮饭，可以照顾你。你呢，没事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木工活，拿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卖，换一些银钱。我们就这样平平淡淡的一辈子，好不好？阿英，你说你会烧菜做饭，我才不信呢。我真的会，我认真学的。哎，这儿离方外山挺远的，你当时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不是我，是我父亲找到的。你父亲？自我出生起，有湖和战龟两族就交战不断。我父亲担心我族不敌，便找到这么个地方，想着紧要关头能带族人来此避难。这儿像世外桃源，又有迷雾为障，确实是避难的好地方。你呢？你是怎么长大的？父母对你好吗？不能说。我是在想，我该怎么说才好。我娘一直身体不好，很早就走了。我从小到大，是爹一个人照顾我的。可是，真的已经过去太久太久了。他在我记忆里的模样，都已经模糊了。爹是个非常厉害的工匠，对我要求很高。如果我做错事，就会按手板；但我若做对了，他又总会抱怨。我若是个男孩，那该多好呀！可是似乎，无论我做了什么，无论我怎么做，他都不会满意。再后来，我就上了山，跟老师开始学艺了。若认真算来，我们父女之间相处的年份，还真挺少的。兴许是你的匠技很高，所以他才对你严格要求呢。那不是应该夸奖我吗？人族大部分都有重男轻女的心态，总想着生个儿子来继承家业。有狐族也这样吗？好一些吧。女儿到底有什么不好呀？那你可问错人了，我可说不出什么好话。该不会你也这样吧？
倒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，就是有些个人恩怨吧。个人恩怨？我有个姐姐，她个性顽皮，爱打架，每次在外面惹了乱子之后，父母总会拿我和她对比，常常将她说的一无是处。可你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啊。跟她比，还是要好一些的。她在我父亲那儿挨了训之后，总会寻个由头来收拾我。我就是被她从小这么打到大的。你就忍了？没有，爬起来之后就去找父亲告状，结果又被摁着一顿打。阿银，那日在眼都，你是怎么将我救出来的？就那样救出来的。哪样？打出来的。你忘了，我有机关鸟可以飞，多少人都拦不住我的。我怎么记得，在我昏倒之前，你的机关鸟就已经被打碎了呢？那是后来才碎的。是吗？唉，这里夜间还挺冷的，你还有伤在身，我们先回去吧。走吧。来。你忘了，我有机关鸟可以飞，多少人都拦不住我的。天地旋风来击，人生在快在向归正，眼都上。怎么样，好一点吗？很舒服。再多涂几次药，你的眼睛很快就会恢复的。我该回去了。今天早上起个大早，就是为了要躲开卷卷。不必担心，其实卷卷的胆子更小。他的性格是有点奇怪，从小就这样吗？算是吧。卷卷，他出生在一个大家族中，我们自小便认识。别人10年左右便能化形，而他呢，足足用了50年。我们大家还以为他没有办法化形了呢。我们有狐一族个性大多慵懒，而且都有些臭毛病。只是卷卷的毛病似乎更怪。孤僻。还有毛发，别人都是柔顺的直发，只有他是卷发。因为这事儿没少遭到别人的笑话，而他呢，打又打不过，吃亏多了，也就渐渐养成了见人就躲的毛病。但是他结界法术上的造诣很高，属于无师自通的那种，他就经常利用结界法术将自己藏起来，全家人一找就是3-5天，他就是不出来。
是受委屈发脾气了？有时候是，可大多时候，因为人多，他嫌烦。原来是这样。划线之后呢，他就不说话了，直到养了宠物开始，才慢慢的好起来。元仲，元仲，元仲，我来了。谢太医，你看，这样脏的地方，竟然也开出了2朵小花。六角殿，祭坛医。所有将士，给我放箭！捉住他们，别让他们逃了！我们不会逃的，此城为我所造。六角殿要是把人正在回到小国地，远东上！无论失了什么，也是任我处置。元仲，我们走。对呀，咱们怎么不想着带个帐篷呢？免得风吹雨淋的活受罪。哎，姑娘，相见即是缘，在下可否借姑娘这堆火用用啊？哎呀，得嘞，哎，这位公子看着很眼熟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初我去奇怪山定位秘穴，迷了方向，欠到过他，我还送了他一卦呢。可惜啊，看他当时的反应，好像并未信我。我这有水，也有热汤，姑娘若不见外的话，取来自用。不必了。你的这位朋友好像伤得很重啊。这锅十全大补汤乃是我养生延寿之用，对他有益无害呀。啊，这儿的
竹子不一般呐，有股不寻常的香气，故名为邪香林。白天倒没什么，可一到了晚上就会散发出迷雾，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，难以离开。哎呀，我在这儿待了整整都10天了。既然白天可以出去，你为何不走？哼，问得好。当日我为自己卜卦，连续几卦都落在这里。卦象告诉我，在这儿待10天。可这10天之内呢，无人也无事。眼看着最后一天了，嘿，你们却来了。你说巧不巧啊？不对呀，我今天的卦还没算呢，不如送给姑娘你吧。教祖慈悲，这是要摆出5星天门卦呀。成了！哎，姑娘，你可以问5个问题。啊，这是5星天门卦，很多术士穷其一生都无法摆出此卦。我没有什么可问的。此卦是为你而起，不问岂不是浪费了？那这样，我替你问吧。这位姑娘的运势如何？嚯，姑娘，你的运气很差呀！哎，不过姑娘运气不好没有关系，咱们可以算算别的吧，对吧？哎，你们俩是一对吧？不如给你们算算姻缘。此卦当是稳的。这位姑娘和那位公子的姻缘如何？蒙之卦，艮为山，坎为水，此卦意为坏了。意为何？此卦意为依山傍水，本是不离不弃，福祸相依。我如果是单问姑娘的姻缘，还是这位公子的姻缘，都是极好的寓意。可坏就坏在我问的是你们一对儿，寓意就变成了山水相依却永不相合，注定有缘无分呐。血，难道是遭受了反噬？姑娘不要介意，咱们还有机会。等我问问该如何补救。我可以自己问吗？当然可以呀，求之不得。我有一位朋友伤势很重，昏迷了很久，请问他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？这怎么可能？没事没事。此卦寓意为何？天机不可泄露，露之必死。或许可以给你些暗示。你请说。卦中爻下如推磨，顺当为福，反为祸。心中有意且迟迟，凡事尽从忙中错。怎么暗示也不行啊！您的意思是不是？别问，别说。这一卦已经过了，你还有2个问题。请问袁仲，这次是否能够渡过难关？不是我问的，为何要算在我的身上？此卦还是不可问不可说。姑娘明白就好，多谢。你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等等，你可千万不要问要命的问题。我想问，袁仲最终的结局如何？这个问题我先前就给他算过了，他会万事顺遂的。
你醒了？醒了有一会儿了。你眼睛怎么了？我中了人族的暗器，是暂时的，你不要担心。神之所手，什么伤势都能恢复的，没几天就好了。这一路辛苦你了。不辛苦。别担心我，没几天就好了。这里是血香林吧？你昏迷途中醒过来2次，是你指的路。那就没错了。小心脚下。这血香林里啊，住着一个我的朋友，他擅长空间结界之术，我们可以在他这里避一避。阿姨，阿姨，我在，我一直都在。逃，快逃，快逃！我哪儿也不去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我答应过你，会对你好，会陪着你。醒了，在这种地方，你竟能睡得这般安稳。这地方怎么了？风吹不着，雨淋不到，比我以前住的好多了。当然，你是有狐族战部统领，这种地方自然待不习惯。你既是战鬼人，为何会帮袁仲？战鬼人怎么了？战鬼人是我有狐族的死敌。是吗？那你们有狐族的长老又为何与我族族长联手杀你们大祭司？这世上的恩恩怨怨，你看得清？你说的对，而且我也不是为了他。那你是为了谁？你废话这么多，看来是真的稳闲了。不如想想怎么逃出去吧。那个神灵一发话，估计现在全天下都在追杀袁仲，就凭他们2个，能逃掉几次？你听到之前那些狱卒说的话了吗？他说七姑娘将整个眼都收了起来，随后抛出去，眨眼间眼都便平移了800多里。你觉得这可能吗？可不可能？出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这要是真的，那便是神迹了。师代，你没事？你怎么过来的？时间紧迫，出去再说。有这东西束缚着，灵力全无，怎么弄？走，走走。启禀珍珠，探花逃了。啥？
逃不掉了吧？他们一个是有狐族的战部统帅，还有一个是以一敌百的战鬼人。仅凭这些黑甲卫，你还想留住他们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我连有狐族大祭司都敢杀，还怕他们？你这是在为兖都招灾。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长举。诸将听令，杀光他们！住手！少城主之愿，弑父夺权，罪不可恕。我奉偃师傅之令，前来擒拿。元仲，你来干嘛？客人来了，连杯茶也没有吗？阿英，这是我的儿时好友，只是认识啊。你可以叫他卷卷，他天生卷毛，小的时候为了拉直毛发，曾盗取丁旭的翻天印，差点被一印拍死。那不是偷，是借。笑什么啊？觉得好笑就笑了。你们这儿是不允许客人笑的吗？后来他闯了祸，在族内待不下去了，是我送了他鞋箱里，让他有了容身之所。他曾说过，欠我一个人情，无论是上刀山还是下油锅，一定会报答我。现在到了他报答的时候了。所以你让我带你到这儿来。卷卷他别的法术稀松平常，可唯有结界空间之术，他却十分擅长。小的时候闯了祸，他总把自己藏起来，谁也找不到他，是有几分本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我命？不是要你的命，是想在这里暂住几日。那就是要我的命。这么小的地方住3个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怎么住啊？怎么？我们不能留下？不能。我看你受伤了，想必是遇到难处了。但你本事那么大，你随便找一个藏身之处，易如反掌的。你何必非要强人所难，对吧？我既然来了，自然有我来的道理。我管你什么道理，你们就是不能住在这儿。那你之前说的报答呢？你让我上刀山、下油锅都可以，但是就是不能住在这儿。你知道我的，我输不了的。好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我们只能回方外山了。哎，对了，你的3个姐姐都非常想念你，尤其是你二姐，想你想得紧呢。你二姐可是个有福气的人呐，夫妻和睦，子嗣繁茂，都有8个孩子了，最小的那个还没化形呢。他们要是知道你在这儿，要是一起来探望，这斜香林啊，热闹非凡。想要住在我这儿，就得守我这儿的规矩。你们是借住，可不是这儿的主人，衣食住行都要自己解决，别想使唤我啊！我可没有伺候人的习惯。对了，你是园中的跟班吧？那你照顾好他，督促他快些离开。这儿就是你的厨房吗？是啊，还挺干净的。
连灶台都这么干净，你是从来都不生火的吗？哦，生火煮饭多麻烦，而且这烟尘难以清理。我向来都是吃鲜果和生食的。我们喜欢吃熟食，热的。啊喂！竟然都是药材，这么多呀？是吗？我本以为是些山野菜，这都是我山林里采的，吃起来难吃死了，苦得很。袁仲伤得不轻，需要药物调理。你这儿有没有什么煎药的器皿啊？我没说完呢。那个东边2间房间给你们住，那个阁楼是我的卧房，我平日在那儿吃饭、休息、看书、练功、打坐，都是顶要紧的事。你们无事不能来打扰我哦，有事也最好别来。那如果我们想要找你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办呀？那写信啊。你看到那个院子里的信箱了没？你们有事的话，就把信放到信箱里，我每日虚实看一次。我要有事，也通过信箱与你们联系。我看你们3、2日也走不了了，对吧？那咱们就立好规矩啦，谁也别打扰谁，各自清静。你说对不对？啊？哎！哎呀，我没说完呢。我和你说一下我的日常起居习惯吧。只要咱们时间错开，不要在相同的时间里去相同的地方做相同的事情，那咱们就遇不到，自然不会互相打扰啦。我呢，一般是4时起身，45刻洗漱，47刻用饭，5时修炼。说完了吗？没呢，这刚说完第5点，还有第6点呢。这地方原来是袁仲的吧？是啊，但现在我住在这儿，这就是我的。这次过来打扰，实属无奈，我们不会久留。你说的那些规矩，我会尽量做到。实在做不到的，请你多多包涵。哎，我没说完呢，写信吧。还没说第6点。卷卷其实人不坏的，只不过性子有些孤僻。没事的。还在为研读的事难过？不是难过，我是想不通。想不通？你并非恶人，又未曾加害于他们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你啊？人心险恶，又以从众，兼之有神灵当头的惶惶大事，做什么选择也都很正常。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你这么聪明，不会想不通的。你只是觉得……我是替你不值，我替你感到委屈。先不说战贵族，起码人族和有狐一族，他们应该懂得感激你，他们应该领你的情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一路逃亡，辛苦你了。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还要再说，说多少遍都不够。其实这几日，我也并非是一直昏迷，中间也迷迷糊糊地醒来了几次。每次醒来，都能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在想，这老天待我，也算是不薄。起码让我认识了你。有一件事情我没有跟你说，其实之前你在我识海中所见，并非是全部。他们叫我魔头，也不算错。在被关的40年里，我曾萌生过一个想法，我觉得世间有罪，人性本恶。饥而欲饱，寒而欲暖，暖而思，骄奢淫逸，永不满足。所以，我欲以神之左手为记，审判这世间的一切罪孽。凡身负无罪者，
皆要受天火焚烧之刑。我想，这天地如此污浊，审判过后，也当是一片清明了吧。自我被放出来的那天起，我便坚定了这个决心。我想世人以恶待我，我便报复所有人。可是，偏偏让我遇见了你，季檀一。你真心待我，从不作为，屡屡救我于危难之中。我起初怀疑你，我不相信世间竟然会有你这种人，我也更加不相信老天会眷顾我这种人。渐渐的，我喜欢上了你，心中有了牵挂，有了留恋。我怕自己会动摇，所以在橘子湖和眼都时，我赶紧走，是因为我害怕因为你而让我自己放弃。眼都那一战，即便千夫所指，穷途末路，我也不曾后悔。有得到，就会有失去。我得到了神之左手，拥有了可以比肩神明的力量，那自然就会失去作为普通人的寻常生活。而我得到了你，那再失去什么，也都不会在意了。都说巫山哑女度化众生，不是神灵胜似神灵。季檀一，你真的度化了我，你救了苍生，也救了我。岳仲，有件事，我其实怎么了？之前被野师所杀，有点内伤。我要记得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对不起。干嘛道歉？对不起，元忠。对不起，元忠。日为火之精，内蕴太阳真火，至阳至刚，焚烧万物。尤其是午时的日光，正是太阳最盛之时。它若能长久以往吸收太阳之力，未来极有可能正道封神。你是如何知道这些的？我老师教的，你知道，他很厉害的。或许吧。他总说，正午时候吸收的灵气最甜，也最舒服。哦，对了，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们，我又看不见。我念给你听。4时起床，4时以前我都在睡觉，请保持安静。
40正，洗漱梳妆会出来打水，42克。好了，他的作息我都清楚。他是提醒我们不要随便出来，免得与他碰见。当初在方外山的时候，他便是如此。只不过大伙都不理他，你也不用理他。这样不好。到底这里是人家的家里，我们还是遵守他的规矩吧。再说，他一直待在自己的屋里，根本也不出来，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不方便的。好。也是因为这样，他才离开方外山的吗？当时的情况还要再复杂一些。那个时候，战鬼和有狐已经在交战。卷卷的爹是战部战将，明知卷卷有这个毛病，还是把他逼着送上了战场。倒不是因为缺人，只是因为想让他在族里做一个表率。所以结果可想而知，卷卷的病闹得更厉害了。要不是我偷偷地将他救了出来，他现在很有可能已经被逼疯了。能看见吗？这样呢？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关系，就是有些刺痛，刚涂了药，没2天就好了。我今日查看了你的伤口，其他的罢了，唯独心口的那个刀伤还没有长好。我听千灵说过那把刀，那把刀叫做弑神匕首，非常的邪门，你一定要好好休养。你别担心，我可是有神之左手的，什么伤都能修复的。我现在先去给你煎药。辛苦你了，如果不是有你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忽然这么跟我说，我都有点不习惯了。有什么不习惯的？实话实说罢了。我先去煎药。是罗浮海中的幻象，根本就不是太和。太和到底在哪里？是不是你栓解了太医，让他失去了神骨？闭嘴！不要跟我提他，这个废物，没用的东西。为了区一个男人，不管太和就算了，连自己也不顾。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他明明修炼那么多年，有那么好的天赋，明明可以潜心钻研再进一步，安安心心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与天地日月同寿。可是他偏偏要把自己弄成一只被人厌弃、被人追逐的老鼠，被放到烈焰焦灼、焚烧、万人厌弃的位置上。你担心他，为何还要害他？不是我害他，我没有害他，这是他的错。是都这样，我早该想到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他们都一样，记不住我是怎样日日夜夜为他操劳，我怎样为了他恨不得耗干了自己，萃出血，只救出一身富裕体面，让他能露出笑颜。他只记得那些男人三言两语，几句虚伪的哄骗，一张空有其表，可转眼10数年却被摧残得不成样子的脸，
最后他们终于把自己弄成了这个样子，他们该后悔的，他们都该去死。谭一和阿楚不是一个人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是只会被男人欺骗的蠢货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太和到底在哪里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别着急啊，你很快就会看到。一切很快就结束了。谭女，谭女，今天的药很苦，我熬了汤饮，你尝尝看。酸酸甜甜的，还带有一股很清新的花香。那是梨树上开的花。很好喝。其实斜香林真挺好的，比我在兖都找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好，很适合一家人住在一起。你很喜欢这儿？喜欢。现在应该是黄昏了吧？已经入夜了。好，那天上有星星吗？有，很多，好漂亮。你的眼上只是暂时的。以前我在天衢宫的时候，一抬头就只能看到巴掌大的一块天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等我出去了，一定要好好看一看星星。没想到一关就是40年，等到再出来的时候，早已没有了想看星星的心情。老贼，你终于说出口了。我既已放了你们生路，奈何你们不懂得珍惜，那便休要怪我无情。60年前我能杀穿天族，今日我亦能杀翻兖都。人中，动手！时光，乃志代先走。好，走。现在回头还不晚。我错，你不要执迷不悟。这个老糊涂听风便是，内斗也就罢了，这个当众背叛大祭司，
护他们先走。大长老，大长老，你来了兖都也不露面，这躲躲藏藏，所谓何意啊？有件事要你帮我。何事？你一看便知。人住！走！真快，他也算冒死追随你一番，竟落得如此下场。百里相不是你打死的吗？老夫此生对他不薄，处处指点，时时指教，也算对得起他。黄泉路远，他若再迷路怎么办？不如你去指点他一番。来人！云州，你先走。强占金太医，不会只对付你一个人。快走啊！小心！我是真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神灵。我本以为知月这孩子激进，以为时机未到，我人族不该这么早便跳出来，却没想到知月能做到这一步。这是什么？说是叫混元天罡副神网，专门为禁锢神灵而生的法器。我觉得这名字取得不好，若是我造的，我就叫它无相圈。你看，它是雷系法宝，以北海紫雷炼化而成，可大可小，无形无相。它本无力量，可你在其中，变成了这法器的法源。天生万物相生相克，便是神灵也无法做到无所畏惧。就像这法宝一样，对人无害，但却是禁锢神灵的利器。以神的力量来禁锢神，是不是很神奇？你是如何得到这个法器的？谁给你的？你既然已经知道了答案，又何必问我呢？原来神灵也会争权夺利，尔虞我诈，这一点倒是没比人间好多少。你为什么要把我困在这儿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告诉你也无妨。我们与你们神界的一位神灵做了个交易，我们帮他杀了有狐族大祭司元仲，他则让战鬼人重归神界，再不踏足人间。没了战鬼人，又没了大祭司，仅凭有狐族那些不事生产、又馋又懒的蠢狐狸，
怎能挡得住我人族的将术大军？况且我又得到了我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再过100年，也许用不了那么久，这个世上则再无什么仙门，只有人族的煌煌大事了。你叫什么？是何神位？为何会来人间？又为何会和有狐族大祭司在一起？还以神的身份做他的侍女？人间有几百年没有神灵踏足了，我以为神灵早已不存在，天梯不是断了？你是如何来的？是出生神族，还是通过个人修行飞升成神的？你对袁仲不错，莫非你以前是有狐族人？别白费力气了，你出不来的，不如跟我说说话。你放我出去！你们神族都像你这样，空有一身神力，脑子却蠢，难怪被魔族打得那么惨。你放我出去！随着6界，早该叫我人族来管理。我们要有那么长的寿命，那么强的力量，如何能被几个魔头所趁？你看看这烂天烂水，这都是你们神族的罪孽。你们到底想对原主做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不可以，我不会同意。你不同意又能如何？若愿意，你永远也出不了这个屋子。就是他被人剁成肉酱，你又能如何？原生造物，万物平等。我们人族虽弱小，但却聪慧。我们善于创新，善于忍耐。忍耐疾病，忍耐寒冷，忍耐孤独，忍耐灾难。我们就像野草一样，风吹不散，火烧不尽。但只要有机会，我们就会长满整片大地。而你们呢？愚蠢、自大、偏执。这么着急，不会是爱上那位有狐族大祭司了吧？果然是神灵，慈悲为怀，感情用事。你住嘴！